13年前，我18岁，有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。那一年，他考上了举人，被派到襄垣县的县衙里做主簿。我随行。那一年，魏家小姐看上了他，不择手段要把他招为东床快婿。你以为凭什么连县令都要敬我魏家3分？哼！我二叔乃朝中大官，你若肯做我夫婿，我保你平步青云，前途无量。你若不愿意，我今日便剥了那贱人的皮，将他喂了野狗，也没人敢说句不是。哼，小姐何必自贬身价与他相争？顾某又不是傻子，他一介村妇，粗鄙不堪，如何比得上小姐如花似玉？哼！他们大婚时，他身上穿的喜服，一针一线都耗尽心血，是那魏家小姐从我手里夺去的，而我被他亲手送给了魏家少爷做妾。别忍着呀，一墙之隔就是顾卓辰和我妹妹的洞房，怎么，旧情人听到吗？8年后，顾卓辰已是桃李期的俊成，为了把魏家这个欺压百姓的毒瘤和他们的靠山连根拔起，他忍辱负重，用了整整8年。魏家被抄家，魏灵被鞭刑板下，一身细皮嫩肉被打得血肉模糊，活活打死。顾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不姐，顾卓辰。顾卓辰，你别忘了8年前是你亲手把丁淼送到我床上的。就算你搬到魏家，杀了我和灵儿，一切也回不到当年。你最心爱的女人早就被我玩烂了啊！早知道你这么在意他，当初我就该玩死他。不过你女人挺难玩的呀，以前那些玩意儿半个月都挺不过去，她竟然在我身边活了8年，命真大呀！对，她还怀了我的种呢，可惜还没想怀，那个贱人就把孩子给弄没了。他以为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啊！他就是欠调教，所以我把他绑了起来。那些日子，你有没有听见啊？他哭啊喊啊，叫的凄惨极了。顾耀晨，这8年，我把他里里外外都玩透了。不如这样，顾大人放我一马，我教你怎么让那个贱货。下半辈子你也当被人玩贱货吧。别让他死了，把他送到莲花巷1个月。他要是没有成为桃李溪接客最多的男妓，10里桃花巷都给我夷为平地！顾大人，是。淼淼，没事了啊，尘埃落定，一切都结束了，都过去了。都过去了，过得去吗？夫人，不好了，顾大人来了！夫人，他喜欢看就让他看嘛，小家伙别怂啊！当着他的面睡他的女人，岂不是更有趣？顾卓辰，你有病啊！你放手，放下去！洗干净。元淼。我好像把顾大人弄脏了。你看，怎么陪谁撕碎婚纱，背叛了谁？是否爱就有罪？天命真要摧毁？是为发够劲了，就从老娘身上滚下去！真漂亮，少一脸痴汉相，给我滚！顾卓辰，说禽兽的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疼！
城战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真的只有把你弄死在床上，你才不会去找外面那些野男人？那也比你好，活烂事儿还多。好男人，你怎么不死在女人身上？你加把劲儿，死也是幸事。顾卓晨，下辈子我不要遇见你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相见不如不相见。玄淼，此爱天下淼淼，你烦不烦啊？再折腾我，老娘废了你！发情期的老禽兽！我要回满清园。白药喝了，用过晚膳我送你回去，好不好？每回都要被你催着喝这怪药，跟喝避子汤似的。你胡说什么？这药是给你调养身子的。淼夫人这具身子被糟践得千疮百孔，她又饮过绝子药，就算是悉心调养，日后孕子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。尽所能养好她的身子，自私之事不必强求。我巴不得你给我生个孩子，也让我父凭子贵一回。要生你自己生，放开！我那不是不会吗？我要是会生的话，我早给你生10-20个孩子，生一窝了。淼淼，等你身子好了，我们要个孩子吧，最好是个女孩，眉眼似你最好看。倘若是个男孩，就掐死他！一个流着你血脉的孩子，我不想他长大后变成和你一样的人渣。夫人，人来了，见过东家。不讲小莲姨口中的池先生，竟是这般俊俏的小郎君。先生年岁几何呀？回夫人的话，小生年方20。往后我这满金园啊，便有劳先生多多费心。走，我领你去熟悉一下每日事务。夫人，顾大人还在罗月斋等您赴约。他愿意等就让他等着，我已有年轻貌美的小郎君相伴身侧，做什么还要去赴那个老男人的约啊？顾大人呐，我来的时候路过满清园，可亲眼瞧见了你的心肝宝贝又在外面沾花惹草，你也不管管他。管？我能怎么管？当年之事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会儿是我拘着他，他故意找那些男人气我。我若不拘着他，他只怕早就跑没影了，这辈子都不会让我找着他的。只为一世深情。我二叔乃朝中大官，你若肯做我夫婿，我保你平步青云，前途无量。你若不愿意，我今日便剥了那贱人的皮，将他喂了野狗，也没人敢说句不是。小姐何必自贬身价与他相争？顾某又不是傻子，他一介村妇，粗鄙不堪，如何比得上小姐如花似玉？那一年，我不过一介县衙小吏，面对权贵胁迫，根本没得选。我假意顺从，伏低作小，获得魏家兄妹的信任，只为换无气无恙，再入魏府搜集证据，扳倒这座地头蛇。却没想到，那魏辽与魏灵两兄妹陷入蛇蝎，歹毒之极。大哥看上了你之前的未婚妻，夫君若是把她献给大哥，大哥一定高兴，定会祝你扶摇直上。你不会舍不得吧？我能怎么办呢？若我不顺从，那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将沦为无用功。魏家兄妹一手遮天，又岂会放过我和淼淼？我们只有死路一条，没有人救我们的。只恨那时的我实在弱小，护不住的，我只能打碎了牙齿，混着血往肚子里吐。发誓总有一天会将他们千刀万剐。我做到了，可是太晚了，太晚了。我的淼淼，我的淼淼已经遍体鳞伤了，他再也不爱我了，他恨我。顾卓晨，我不想留在你身边，你若对我还有半分情谊，就放我走。淼淼，那里危险，你过来好不好？我让你放我走，绝不可能！那我就从这跳下去。你
做什么？顾卓晨，我困住你，是我不好。苗苗生气，拉我出去，别伤害你自己。那一天，他往自己的手臂上划了6刀，鲜血淋漓，惨痛至极。他就那么威胁我，逼得我再也无法逼他放我离开。苗苗，你看，其实我们都一样的，仗着自己在对方心头的分量，靠伤害自己来威胁对方妥协。你对我心软了，你舍不得，你心里还有我，你放下我。苗苗，苗苗，魏家已经伤害过我们的男人都已经被绳之以法了，我也早已不是当年那弱小不堪的我。从今往后，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你分毫。苗苗，那些噩梦都结束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啊，重新开始。那次之后，淼淼大病了一场，高烧昏睡了3天3夜。醒来后，她彻底变了副性子，频频去莲花巷寻花问柳，和那些风月场上的官儿厮混不清。有什么气冲我撒，好不好？别这么作践你自己。作践？顾大人此言有失偏颇。一个男人玩一群女人叫风流，我一个女人玩一群男人，怎么就成作践自己了？是你们这些玩意儿在讨好我，我才是主子。你看这些围绕在我脚边的男人，像不像摇尾乞怜的狗啊？只会对着我汪汪叫，只要我稍微给点甜头，相争、厮杀、狗咬狗，真有意思。淼淼，你和这些官人没什么不同，无非是他们是我拿钱砸的，顾大人是自己上赶着。如果我再不清白真则，那么在未了第一次强迫我时，我早就绝望自尽，变成一缕亡魂了。是不是这无私悔改，由我来遭受内心的谴责？不中，真险！凭什么？你去问问莲花巷里对我温香软玉的浪子纨绔，问问这个成过婚有过妻的你自己，你们一个个可曾为了一个女人守贞？又有哪个觉得自己脏啊？啊！你们巴不得床上的女人越多越好，你们不知道有多得意。难不成这几个儿子就是为了女子量身定造的枷锁？真可笑！顾卓晨，我才不为你守身。你要是觉得我脏，那就干脆利落一点，从我眼前滚滚！我求之不得。淼淼，夫妻一体，你是人间的另一个我，这世上没有人会嫌弃自己。他是长在我心头的血肉，是我的一部分，他就是我永远也不可能离他而去。没有丁淼的顾卓晨，就不是顾卓晨。顾卓晨，你真贱，比莲花巷里最低贱的小官儿还要贱。你还有没有一点自尊心？我这么骂你，你都不生气？你是不是除了爱什么都不会说？别说骂我几句，只要能让夫人出气，打我也无妨。顾卓晨，你为什么还要抓住我不放？我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我保证，从今以后绝不会再让你吃一丁点苦头。我才不信你的鬼话！文亮哥根本就是个解不开的死结，要我说，就当是为他好，你就放手吧，一刀两断也好过这么强绑在一起互相折磨。除非我死，你无药可救。日头照样朝生暮落，这世上谁离了谁不能活？我离了你，
你去外面找野男人也无妨，你找一次我就把你抓回来一次，你找一次我就再把你抓回来一次，这辈子还长，咱俩慢慢好。明明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都已经熬过来了，为什么不能放下过去，我们重新开始呢？我也想重新开始，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呢？娘娘，我爱你。我恨你。爱与恨并不冲突，越是恨他，越要留在他身边，攥着他的心，折磨他一辈子。你不可以放过他，求你别放弃。郡城事务繁多，除了休沐，大多时间傅卓臣都忙得抽不开身，没空纠缠我也落得个清静。这是满金元上个月的账目，请东家过目。当年扳倒了魏家后，顾卓臣疯了一样，不顾他的官名清誉，非要和我成亲。我没同意，我想离开桃李期，他也不同意，我们俩互不相让，最终我被他软禁在郡城府，成了他的金丝雀，终日郁郁寡欢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跟他说我想做生意，他便帮我创办了满金元。我希望这片土地上能有更多你割舍不掉的东西。绊住我的脚，把我困在这里是吗？顾卓臣，别痴心妄想了，你和那些身外之物，我一个都不在乎。啊，这是谁家的郎君娶亲啊？真热闹！哼，其实我和顾卓臣也是拜过堂的，我自小被祖母养大，顾卓臣也只有母亲，两位长辈比邻而居，互相帮扶着，拉扯大了我们。海压竹枝低复举，风吹山脚毁还明。大哥，祖母临终前将我托付给了他，为了让老人家走得安心，我们在祖母的病榻前拜了天地。那时家贫，只有2只红烛，燃了一整夜。苗苗，信我，待日后我考取功名，必定以十里红妆，风风光光的娶你为妻。那年我14岁，后来他考中了举人，我们有了银子，我便挑了最喜欢的料子和丝线，亲手缝制喜服，绣了形影相随的凤凰。可到头来，却是给那魏家蛇蝎做的嫁衣，被他连带着夫君都硬抢了去。我怪顾昭臣那张小白脸难言祸水，招来祸端，他就画花了脸，故意扮丑逗我心。若非律法严明，面容有损者不得为官，只怕他手里笔墨早换成了刀，破了相。这5年间，他时常提起要与我成亲，他一次次提，我就一次次拒绝，有时候话说得狠了。可你上一张婚书怪晦气的，顾卓臣，哪怕不上婚书，你也是我的妻，既定事实，你别想赖掉，就这么纠缠一辈子，也不错。你有病啊！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这么待在我眼里，我便觉得死也值了。只为一世深情，信得过一世同行。穿过你留下的天。醒了？过来了，怎么也不叫醒我？今晚天上好多星星，等以后我不做官了，我们就在这座小院里过清闲日子，带着我们的孩子，盛夏乘凉，观星赏月，安度余生，好不好？神经病！我们之间哪来的孩子？会有的。夫人交代的事情，我已经着手去办了。顾大人再如何手眼通天，也不过是在桃李期这一方地界。只要出了桃李期，走得远远的，他的手伸不了那么长。干什么？这几日在雅璞忙得脚不沾地，好累啊！累你还抱我？放下去！就因为累，才想夫人给我些抚慰嘛。明日我休沐，今夜可以放纵些。顾卓臣，你真是个老畜生！谢谢夸奖，哪里老了？我还没蓄须呢，我怕你不喜欢。哎，我前2日外出时，还有小姑娘对我暗送秋波呢。当然，在为夫的眼里，这世间女子千娇百媚，都不及夫人风情万种。滚蛋！要长生笑，也要听此刻虫鸣；要心无间，也要轻眼角眉心。
我和顾卓辰纠缠了30年，这30年里缠了太多人，太多事，到最后爱与恨都成了算不清的糊涂账。想要一刀两断很难，可若要一笔勾销，我又跨不过去那道坎儿。那段黑暗的过往，那些年的血泪与恨，那个遍体鳞伤的自己，埋在我内心深处，恶狠狠地撞击着我的胸腔，悲愤难平。苗苗，他的眼睛里装着我那不堪的往昔，只要还留在他的身边，那些过去我便过不去。一觉醒来，睁开眼就能看到夫人，真好。时候还早，再陪我眯一会儿。世事无常，易销魂，劝君惜取眼前人。苗苗，那时的我并未将那句话听入心，后来才恍然，流光最易把人跑，谁也猜不到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今日不曾珍惜了眼前人，只一转身便是此生不见。中秋过后，顾卓辰有了新差事，去往下面县里视察民情。这一程要去的久，临行前他缠着我不眠不休。若命运太不堪，夫人今晚怎么这么好脾气，纵着我啊？不太对劲儿啊！往常这个时候你不都要骂我了吗？你别一天不挨骂就见鼻子痒。说淡了。生是一场一出。大人，一切皆已准备妥当，出发。事情办得如何？我们必须在顾哲辰回来之前离开桃李期。小人已经在琵琶川将一切安排妥当，等处理好这边，咱们随时可以走。气疯了！顾卓辰走的第8天，那个午后，我昏昏沉沉的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是18岁的我，穿上了自己一针一线绣好的嫁衣，红锦似火，有凤求凰。祖母和阿娘笑盈盈坐高堂，身旁是我爱慕了好多年的阿哥。一袭红衣，眉宇清冷，满眼笑意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此爱天下无数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夫人，着急忙慌的，出什么事了？夫人不用离开桃李期了，顾卓辰死了。今生因你痴狂。你说什么？顾大人在襄垣县待了3日，便前往益阳县，途经云梦山，暴雨引发山崩，冲垮了村庄，死了好多人。大人他为了救人，不幸被卷入水势里。天灾当前，凡人之躯小如蝼蚁。大人的遗体还在护送归来的路上，官府的卜告已经张贴在榜了。死了好，夫人，死了好。你瞧，连老天爷都觉得他是个祸害，要早早的收了他去。夫人，死了好，死了好，死了好，赖在你的身边就好，余生只听你的心跳。相公，我在呢。相公，怎么了？我找谁？干嘛？别吃醉了酒，哼哼唧唧的跟我撒娇啊！要命！时间一缕光是你的模样，
赵晨，我好爱你啊！傻瓜，顾赵晨，我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，明明不是我们的错，为什么到头来就是我们不得善终？为什么？我想了很多，人命真是个稀奇的东西。说它脆弱，则威胁的人把地狱般的煎熬。我无数次觉得自己要熬不过去，可现在我仍然活得好好的，硬硬的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可说他坚韧，我总是还好好的一个人，不过几日，怎么就轻飘飘的死了？夫人嘴上说着不在乎，却还是以未亡人的身份扶灵归乡，将顾大人送回了安慕县，落叶归根。到家了，阿娘和祖母都在这。当年你从他们身边将我带走，如今我带你回来了。喜脉，夫人这是有身孕了。可夫人眼下的身子不宜产子啊，若是强行留下这个孩子，只怕生产之时会有性命之忧啊。太爷夫人，加把劲儿，加把劲儿啊！太爷夫人，您瞧，是位千金小姐。苗苗，等你身子好了，我们要个孩子吧，最好是个女孩，眉眼似你，最好看了。把眼泪擦擦，不哭了。娘不是告诉过你吗？谁欺负你，你就打回去。没用的小废物才哭鼻子呢。又出什么事了？啊？别人都有爹爹，只有阿修没有。阿修啊，记住娘的话，少时无父，长时无父，都不影响你自立自强。别学那离了男人就活不了的贱骨头。我娘啊，一张刀子嘴，用了18年，直到临终前才终于肯承认她想阿爹了。好，我陪您回去。自从生下我后，我娘的身子便一直欠安。她走的时候，堪堪知命之年，人死如灯灭，前尘化云烟。苗苗，大哥，苗苗。只为遇见你，一生遥望。黄泉有800粒彼岸花，每一株彼岸花都是一个魂灵所化。心有执念，不渡黄泉，甘愿于此地寂寥无数日，只为再见生前故人一面。老婆，你不是说黄泉禁区不让做一口吗？凭什么他俩都亲上了？这么多花都看着了，世风日下，伤风败俗，道德沦丧，我也要。苗苗，隔世再见，久别重逢，你不应该抱着我潸然泪下，嗷嗷哭吗？怎么上来就打我呀？你居然还会痛！你现在是鬼，我也是鬼，那鬼打鬼当然会痛了。见鬼了，这世上真有鬼啊！你个死鬼，既然死了还有魂儿，那你这些年一次灵都没显过，整整18年，你看都不回去看我一眼，你良心让狗吃了！我这不是在黄泉扎了根儿吗？我走不出这800里地儿啊！苗苗，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你撒开！人间不是有句老话，人死债清，一笔勾销。你都埋在土里18年了，我都踩你坟头上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就是没想到，死了还能再见到你。当年我被人害死后，你不是死于云梦山的天灾吗？
啊？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吧？黄泉里的灵魂待在黄泉越久，生前的记忆就会越来越模糊，久而久之忘却所有，变成一朵没有灵魂的彼岸花。我无时无刻不在回想生前与你的一点一滴，我真的好害怕忘记你。幸好我还记得，幸好我等到了你。有什么赶紧说，还剩10分钟，他得走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死后到了这里，他们让我投胎转世，可一旦入了轮回，我就会忘却前尘，从此生生世世与你错过，再不相见。我放不下呀！我死的那样猝然，没能与你见上最后一面，我还没有求那渺渺的原谅，我怎么可以就这么一走了之呢？所以，我和黄泉之主签订了契约，留在黄泉，化作这800里彼岸花之一。这里所有的彼岸花，都是有着放不下的执念，甘愿自囚于黄泉的幽魂。如今我终于等到了你，哪怕只能相见一刻，我亦心满意足，了无遗憾。淼淼，去投胎吧，下辈子不要再遇见我这样的人了。你一定要平安喜乐，一生美满。那你呢？哎呀，还得留在这儿给我老婆打100年的工，还缺82年。如果运气好，安然等到契约到期，就可以重入轮回，再世为人。但运气不好呢，一不小心灰飞烟灭了，那就自认倒霉，魂魄无存。拜见大人，时间到了，这女鬼小的就带走了。走吧，姑娘，前面要赶的路可还长。宁可永无轮回，换这片刻重逢，却又要匆匆离别。此一别，黄泉碧落，沧海桑田，再无相会之日。你与他自此缘尽，不悔。见了最后一面，好好的告个别，前尘就放下了，往后见与不见都无妨。等他过了桥，投了胎，就会有新的人生。他往前走嘛，那些过去我记着就够了，见不到就想着他，在心里见。我会一直想着他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和我的淼淼一起消散在天地间，不留一丝痕迹。那时候他应该有了新的名字与爱人，过得很幸福。我活着的时候，他求我放手，我怎么都不肯。如今都死了，总不能成了孤魂野鬼，还缠着他。绚烂了曾经化作诗。酒，爷今儿高兴，再上2坛好酒。这黄泉的酒，怎么好像比人间的酒还好喝一点？不就喝你一口酒，至于跟见了鬼一样吗？你不是去投胎了吗？不投了，做人没意思。主要是吧，我忘了一件事儿，回来告诉你一声。有什么事情比投胎还重要啊？你有个女儿，我生的。她眉眼儿挺像我的，但是笑起来更像你，就那种神态，笑眯眯的，笑面虎，打坏主意的模样跟你一模一样，腹黑又狡猾。顾兆晨啊，淼淼，怎么了？莫哭。我叫了你很多遍，在你的棺椁边，在梦里，在夜里，你一次都没有回答过，我好难受，我心里堵着一口气。凭什么活着的时候，我们要经历那么多苦难不得善终，死了都变成鬼了，我们还是不能在一起？老天爷是不是故意玩咱俩呢？乖，不哭。孟婆跟我说，喝了汤就全忘了吧，前尘一笔勾销。谁他妈要和你一笔勾销？老娘为了你吃了那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罪，你两眼一闭下了黄泉，留我一个人给你生孩子，一个人给你养孩子。
都来一笔勾销了，你他妈一点也不用还是吗？狗男人，你就会欺负我！不是的，我是希望你投胎转世能有新的人生，下辈子平安喜乐。什么下辈子这辈子的？你先把上辈子欠老娘的还清了再说。你想留在黄泉，也可知黄泉800里彼岸花皆为灵魂所化，而其中90%都已魂飞魄散，成了只会随风摇曳的一株花。能够重入轮回者，万里挑一。你若留下，无异于自断往生之路。他都能留下，我为何不能？何苦如此？也没什么，只是人间万万年，万万人，我只想与这个人纠缠不休。当下不问来生，我心难容其他。怎么这样傻呀？我的傻淼淼，不哭了，都是我混蛋，上辈子欠你的，我一点一点还，好不好？只为遇见你，一生遥望，只为黑暗里心脏。